晴天的夜晚，繁星满天，一轮明月挂在天边。江瑶瑶刚走进包厢，就引来不少惊艳的目光。所谓美人，就是她哪怕披着破麻袋，不言不语，光是站在那里就会自动发光。9月的帝都，夜晚已经寒意沉沉。她穿着一条香槟色的吊带长裙，款式清凉简单，也没带任何的配饰，却耐不住那张脸诞生的太过精致和好看。一双微翘的桃花眼慵慵懒懒的扫了一圈，就像高贵的女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土。然后她抬脚朝目标走去，前方角落，她的男朋友谢景然搂着她的死对头薄云溪互相喂食。此刻的薄云溪正赖在男友怀里撒娇，人家想吃冰淇淋吗？今天真的好热哦。江瑶瑶在服务生那拿了一杯啤酒，下一秒一大杯带冰块的啤酒突然泼了过来。谢景然与薄云溪非常的错愕，薄云溪发出尖叫。谢景然还好，毕竟男人没什么造型，他就惨了，精心设计的韩式发型塌了，刘海粘在脑门，假睫毛全是水，妆容尽毁，整个人就像一只被淋湿的母鸡，狼狈不堪。江瑶瑶将杯子一丢，红唇翘起，笑得挑衅又嚣张。薄小姐现在还觉得热吗？谢景然擦着脸上的酒渍，整个人气抖冷。江瑶瑶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凭什么泼云溪？江瑶瑶精致明艳的眉梢挑起，她这么喜欢偷别人玩剩下的东西，我送她一杯免费啤酒，省得她再去偷了不好吗？云溪愤怒，你个被江家赶出门的废物，还不快松手！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谢景然脸色难看，我和云溪两情相悦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还死缠烂打，有意思吗？啪！他话都没有说完，脸上就被扇了一个巴掌。薄云溪急得上前，你凭什么打他？江瑶瑶抬手又是一个巴掌，啪！这次扇的是薄云溪，连续2个巴掌，响亮干脆，整个包厢都被镇住了。现场几乎都是金圈的阔少名媛，他们早就听闻这位江家大小姐天生反骨，离经叛道，很不好惹，却没想百闻不如一见，千里迢迢跑回来撕逼不说，居然还敢动手打人。他打的这2位，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帝都4公子，一个则是第一财阀的千金，够狂！薄云溪睁大眼睛，满脸不可置信，你竟然敢打我，我可是薄家大小姐。江瑶瑶笑得挑衅，大小姐怎么了？谁还不是呢？虽然被赶出来了，谢景然忙男友力十足的护着女友，有什么不满你冲我来。云溪她是无辜的。江瑶瑶被他这副绿茶男的口口误给气笑了，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还知道各自飞呢，你们2个搁这里演他妈的蓝色生死恋呢，快把自己给感动坏了吧。江瑶瑶，谢景然咬牙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能不能分得体面一点？分的体面？你抱着玫瑰花傻叉一样，天天在宿舍楼下喊我名字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体面？你脑袋上长的那张猪嘴，只顾着舔它，都忘记还有说话功能了吧？你们2个狗男女搞多久了？你是不敢，还是不会张嘴跟我提分手？不提分手就爬他的床，是你太迫不及待，还是他太饥渴难耐？谢景然恼羞成怒，要不是你一直在海城不肯回来，我会跟别人好上吗？你尽到做女朋友责任了吗？你怎么不想自己的问题？我是有问题。江瑶瑶点头，正红色的口红让她有种复古冷艳感。我的问题就是我他妈太正常了，理解不了你这种傻逼男人的想法。你……谢景然忍不住了，想动手打他，谁知江瑶瑶丝毫不怵，甚至还往前一步，抬起下巴，精致的五官逼近。1.7米的身高加上高跟鞋，让他气场全开，那双冷艳的桃花眼更是攻气十足。你打我试试。谢景然看着他，不知怎的，后背一寒，那只手就这么僵在空中。孬种！江瑶瑶冷笑，声音里满是高高在上的嘲弄与挖苦。既然如此，我祝你这个孬种和他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说完转身和来时一样旁若无人的离开。半小时后，一家流淌着悠扬小提琴曲的清吧里，瑶瑶你太勇了吧，就这样单枪匹马去干那对狗男女了。段飞震惊，怎么不叫上我呀？宋袅袅拍桌，万一动起手来，你不怕吃亏啊？斑驳闪烁的灯光下，江瑶瑶翘着白皙的美腿坐在高脚椅上，理亏的是他们，我怕什么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你一个小姑娘的，我打架输过吗？江瑶瑶骄傲地抬着小下巴。闺蜜团齐刷刷摇头，没有。江家大小姐从小就对天对地对空气，撕逼没输过，打架更是一把好手，可主要这是影响不好。对啊，薄云溪那小婊子啊，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今天你泼他一身，还打他一巴掌，小心他以后搞你。啪！江瑶瑶放下酒杯，他要是敢搞我，我就搞他哥。现场一阵安静。江瑶瑶看着闺蜜团，继续大放厥词，只要做了大哥的女人，有大哥的称月药，以后她还敢在我的面前蹦跶吗？她再不服气，不也得跪在我的面前，乖乖喊我大嫂，恭敬的给我敬茶吗？说完端起酒杯一口喝光，上厕所。等江瑶瑶摇曳生姿的离开，闺蜜团凑在一起，瑶瑶是不是醉了？肯定啊，不然能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。我记得她以前喜欢过薄云溪的大哥吧？何止喜欢，当初瑶瑶天天喂他吃，喂他狂，为他哐哐撞大墙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侧后方的沙发区有人发出闷笑。清吧的音乐声比较低，加上他们的位置正好靠近吧台，所以那仨小姑娘的聊天尽数听劲儿里。可以啊，喝个酒都能遇到爱慕者。他敲敲桌面，挤眉弄眼，
说说什么感受？被点到的男人五官俊美，神情温和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正握着酒杯送到唇边浅酌，却没有接话。这姑娘长得真不错，身材也好，这种极品你都不动心？从他们的角度，恰好能看到江瑶瑶的侧颜纱。刚才她傲娇的坐在那里，裙摆开叉，两条美腿就那样大喇喇暴露在灯光下，乌发红唇，黛眉琼鼻，皮肤还雪白细腻，一颦一笑都撩人勾魂。周遭那些男顾客们都不知道偷瞄多少次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老陈还没来呢，你不能走。男人突然起身往外走去，他头也不回，嗓音温沉，去抽根烟。江瑶瑶觉得自己好像喝多了，头有点晕。虽说和谢景然只谈了半年的异地恋，但这种被绿的滋味很不好受。尤其小三还是她多年的死对头，以前就爱跟她作对，这次勾引她男朋友不说，还发那些辣眼睛的床照挑衅她，一个气不过，她就飞过来算账了。洗完手，江瑶瑶拉开房门往外走，迎面走廊上有个男人站在那里点烟。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黑西装裤，扣子解开2颗，领带也松了半截，肩膀很宽，腿很长，握着打火机的手指修长而又雅致。因为低着头，江瑶瑶看不清他的五官，但光是这样站着，都有种颠倒众生的贵公子姿态，清俊而洒然，漫不经心，却又格外的勾人心。可不知怎地，江瑶瑶没忍住多瞄了2眼，总觉得有点像她曾经喜欢的那个人。记忆里的他就是这样，英俊金贵，优雅从内而发，存在感极强，让人看了就忍不住脸红心跳。男人抬起头，薄唇吸了一口烟，修长手指再将香烟拿开。江瑶瑶晕晕沉沉走了过去，突然绊了一脚，这声音真的是他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谢谢。薄景兰抓住他的手，他半眯着霞眸，轻吐薄烟，声音低磁又撩人。听说你要搞我？江瑶瑶瞬间酒全醒了。卧槽，薄景兰，他怎么在这？还刚好听到他说的那些话。江瑶瑶就这样怔愣在原地，直勾勾看着男人俊美儒雅的脸，脑海里疯狂刷着弹幕。当男人薄唇的弧度轻轻上扬，江瑶瑶感觉心口突然掀起狂风巨浪，心跳的巨快，呼吸也变得急乱和无措，浑身上下的血液更像疯了一般往上汹涌。她不用照镜子都知道自己的脸有多红，人有多呆，好想原地消失。但最终江瑶瑶还是坚强的发出声音，我。她晕晕乎乎，终于一鼓作气的喊道，我开玩笑的。说完转身撒腿就跑。薄景兰，她侧过脸，眯眼看着女人落荒而逃的身影，勾了勾嘴角，似笑非笑。果然迟到的程润之来了，某个落荒而逃的小姑娘自然也被他带过来了。此时正坐在舅舅身边，低着脑袋，双手压着裙摆放在膝盖上，别提多乖巧了，哪里还有先前扬言要搞他的嚣张模样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我外甥女江瑶瑶，我刚好碰到就带过来了。真是塑料姐妹花，我舅舅是法医又不是鬼，竟然被吓跑丢下我一个人。瑶瑶，我们俩还有事再见了，给我回来啊。景兰说起来，你以前教过他呢，还记得吗？瑶瑶装作不在意的偷听着，薄景兰淡淡嘴角上扬的微笑，瑶瑶立刻坐得挺直。记得，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，记得就好，以后可以多帮忙关照一下，他总不让人省心。程润之说着，程润之正在问话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江瑶瑶声如细纹，昨晚。怎么不让我去接机？身为长辈，程润之架子摆得很足。二姐放心，让你自己回来。江瑶瑶舔舔唇瓣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跟谢景然的事情我刚听说了。程润之开始说教，当初我就说过，你们两人性格不合适，谢景然从小娇生惯养，优柔寡断，你那性子也受不了半点约束，他想不住你，你也不会服他，何况他母亲强势独断，就算你们结了婚，你肯定很快就闹离婚。江瑶瑶，我谢谢你啊，面上却还是乖巧文静，任凭教诲。最后还是徐峰来打圆场，行了，小姑娘失恋已经够难受了，你这做长辈的还拼命在她伤口上撒盐，老程你积点德吧。程润之板着冷脸，总算住口。徐峰来转过头看他，你不是有份材料卡着没过关吗？不让老程问问？这是我问过。程润之喝了口酒，爸退位了，恐怕帮不上忙。角落里，江瑶瑶根本没在听他们聊什么，因为从薄景兰入座后，她就心虚的不行。终于鼓起勇气，偷偷抬眼，面前的男人姿态随意的坐在沙发上，一只手臂搭着沙发背，另一只手握着酒杯，嘴角噙着3分笑意。说话的时候，性感凸起的喉结缓缓滚动，明明没有过多的表情或动作，却自有一股子清风霁月般的娇矜，像是有所意识。薄景兰突然朝他看来，江瑶瑶忙低下视线，为掩饰自己，还随手拿起面前的酒杯开始喝。太害羞了，一直猛喝。几分钟后，江瑶瑶靠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，小脸通红，像是喝醉了。瑶瑶，程润之连喊几声，他毫无反应。程润之点头，刚起身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他迅速接完电话便说道，有个突发案件，要马上赶去场，景兰，帮我送瑶瑶回家。徐峰来叫，怎么不让我送？你，程润之冷嗤，我不放心。我怎么让你不放心了？徐峰来不服气，她是你外甥女，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。再说，我心里只有阿武，不管他怎么抗议，程润之坚决不把外甥女交给一个前科累累的花花公子。但薄景兰不同，
他向来洁身自好，不谈恋爱不聊骚，对女人没兴趣不说，以前还是邻居，给瑶瑶当过半年的家教老师，靠谱得很。程润之离开后，徐峰来不放心，你怎么送他？喝醉了得抱着，你抱过女人吗？不行背着也行，要不我给你示范一下。下一秒，薄景兰拿着衣服走了过去，她弯下月腰，将黑色西服裹在她的身上，臂穿过她的背后，另一只手则托起她的腿弯，就这样把小姑娘抱了起来。江瑶瑶顺势贴在她的怀里，睡着的脸蛋精致清艳，呼吸平稳。徐峰来，小伙子这公主抱挺熟练啊。酒吧外面，一辆黑色的宾利木上停靠在路边，司机拉开后车门，一双眼忍不住朝男人的怀里瞄。在保总手下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看到他抱女人，果然很漂亮，即便闭着眼睛也能看出这姑娘的长相属于极美极艳的那一种。原来薄总平日里不是不近女色，而是眼光太高太挑剔。开你的车。薄景兰淡淡几个字，吓得他忙转身，一路小跑坐上驾驶座。等车开出去后，去江家别墅。一听到这话，原本睡得不省人事的江瑶瑶突然开始抗议，不要，我不要去江家。薄景兰低头，小姑娘今晚喝了不少的酒，脸颊又红又烫，眼角眉梢也染了一抹红晕，看人的时候水汪汪的，潋滟着风情。薄景兰道，你舅舅让我送你回家。不要。江瑶瑶撒着酒疯，我不去江家。我不去。因为挣扎，外套被扯开，露出白皙鲜嫩的肩颈。薄景兰不得不伸手将衣服拉过来重新盖好。那就去程家。不要。谁知江瑶瑶还要拒绝。我喝酒了，外公一定会骂我的。我不去。密封的车厢内，薄景兰帮他拉着衣服，语气依然温和。那你说想去哪里？江瑶瑶停止挣扎，皱着精致的小脸开始思考。江瑶瑶嘟囔半天，终于说话，我要去酒店。司机双手一紧，卧槽，这进展未免也太快了吧。后座的薄景兰也顿了好一会，嗓音低低的问他，你确定？江瑶瑶眨眨眼睛，心思开始游离。他们两人现在靠得好近哦，那张仿佛被上天精细雕琢过的俊美脸庞，一如既往的温雅清俊。江瑶瑶哼的一声，闭上眼睛，不去看那张依然会让她着迷的脸，然后她就睡着了。走去酒店，江瑶瑶梦到以前，那天在江家被江明阳欺负，她哭着跑去找他，景兰，哥哥又欺负我，好疼啊。当时她嗤的一声冷笑，不带任何的情绪，你被他打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她哭着说，因为我喜欢你。结果他呢？我不喜欢你，你不喜欢我。呸，我现在还不喜欢你了呢。瑶瑶是做噩梦了吗？薄景兰，他怎么会在我身边呢？果然我还是在做梦吧。江瑶瑶睁开眼睛，有些迷糊的问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小姑娘天生嗓音细软，加上喝醉了，说话更是娇滴滴的，拖着尾音，就像在撒娇。薄景兰说，酒店。江瑶瑶立刻虎着小脸瞪他，你带我来酒店干嘛？你想对我做什么？薄景兰低头望着他，你喝醉了。他站在床边弯着身子，而他躺在床上醉态娇媚，还穿着清凉的吊带裙，露出大片的雪白肌肤。可哪怕这样，男人依然坐怀不乱，表情更是温淡沉静，在灯光的投射下，有种不可撼动的禁欲感。江瑶瑶抿抿唇瓣，突然伸手勾住了他的脖颈，在男人沉睡的目光下，他抬起头，看着他薄瑞好看的嘴唇，慢慢靠近。瑶瑶，薄景兰偏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像是在提醒。江瑶瑶的动作僵住了，细白的胳膊被他拉下来，男人的声音不冷不热，没有任何的波澜。不早了。薄景兰被他再次搂住的同时，人也被压着往后倒在了床上。江瑶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突然起身去拉他，你别走。可能是他冲过去的速度太快，或是力道太凶悍。薄景兰被他再次搂住的同时，人也被压着往后倒在了床上。隔着薄薄的布料，他的身子娇软又滚烫，与他紧密贴合。在梦里都不听话，坏蛋薄景兰，气氛突然就变得暧昧不明。江瑶瑶趴在他的身上，酒精让脑子本来就有些迟钝，此时更是晕晕乎乎，神志混乱。他听到男人低哑蛊惑的声音，瑶瑶还喜欢我吗？江瑶瑶几乎下意识的点头，薄景兰牵起嘴角，真的，当然是真的啊。江瑶瑶不耐烦的捧住他的俊脸，二话不说，口误上他的薄唇，后脑勺很快被男人的大手扣住，纤细的月曜枝也被圈住。他反客为主，强势又霸道。那你别后悔。翌日，江瑶瑶在一阵浑身酸疼中醒来。他是谁？他在哪？他被人揍了吗？睁开眼睛，他缓缓打量着房间内陌生的装饰，直到转头，一张俊美又熟悉的男人脸庞赫然映入视线。江瑶瑶吓了一跳，昨晚的记忆如走马观花，一一重现眼前。江瑶瑶猛地睁大眼睛，自从当年告白失败，她就看清事实，不再去纠缠这个心里根本没她的冷血男人。后来去了海城，她更是跟他彻底断了联系，两人已经整整3年没有见面，没想到一见面竟然就是上床。江瑶瑶脸蛋燥热，内心更是后悔不已。此刻她唯一的想法就是跑，赶紧跑。她小心翼翼地揭开被子下床，谁知哎呀，腿软跌倒，还撞到了床头柜，发出砰的一声。与此同时，一条胳膊从后面伸了过来，将她的身子圈住，
江瑶瑶疼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柏景兰将她重新抱回床上，嗓音带着刚醒来时的沙哑和性感。没事吧？江瑶瑶忙拉过被子裹住自己。男人好看的眉骨微微一耸，俊脸上浮起淡淡的笑意。撞哪里了？我看看。禽兽不要碰我！江瑶瑶疯狂挣扎，一双犹带泪花的桃花眼充满恐慌。流氓！变态！无耻！下流啊！柏景兰，江瑶瑶骂够了，开始指责。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卑鄙小人，你趁人之危，你不要脸！柏景兰挑眉，昨晚是你让我带你来酒店的。我说的酒店不是这里，我自己订了盛庭酒店，不是这家。江瑶瑶气到快爆炸。抱歉，柏景兰缓声说道，因为你说要搞我，让我带你来酒店，然后还主动亲我，抱着我不让我走。你这是怪我了啊！江瑶瑶简直大开眼界，我那不是喝醉酒了吗？喝醉酒的女人都是不理智的，你干嘛不推开我呀？她发丝凌乱，眼角通红，被褥下露出半截雪白的脖颈，上面遍布暧昧的痕迹，搭配那张渲然若气，如雨后桃花般娇艳的脸蛋，明明很可怜，偏偏表情傲娇，姿态更是高高在上，让他想到耻美行凶这4个字。柏景兰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下，我也喝醉了，没忍住。江瑶瑶，承认了吧？承认自己米青虫上脑，禽兽不如了吧？他昨晚不过就是喝多了，失去了理智，想试探下他是不是真的和外表一样的清心寡欲。事实证明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表面上装的再君子，不还是他聊一下就破功了？倒霉的是他，第一次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。柏景兰缓缓说着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柏景兰看着他，表情和声音都很温淡，就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情况。我说，我们结婚。江瑶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她抬起头，你说什么？我不要。江瑶瑶拒绝的更快，她像背书一样迅速说道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过就是一夜情嘛，有必要这么认真吗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都快30岁的老男人了，不会这么玩不开吧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难道第一次给了你就非你不嫁吗？拜托，大清早就亡了，哈哈哈！笑声结束，室内一阵诡异的安静。江瑶瑶低下头，裹紧被子，以至于没有看到男人眼底一闪而过的情绪。大约过了几秒钟后，柏景兰低沉的声音响起，那好，我先去洗澡，等会送你回家。江瑶瑶没有说话，耳边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男人很快下床，走进浴室，哗哗的水流声响起，江瑶瑶忙揭开被子，他要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，然后跟他恩断义绝，这辈子都不再见面。柏景兰，你这个禽兽，居然把她的裙子撕坏了，这让他怎么离开？于是等柏景兰洗完澡出来，就看到小姑娘依然维持原状坐在床上，被子裹得紧紧的，那双漂亮的桃花眼恶狠狠地瞪着他，整个人都是气呼呼的模样。刚才他从浴室出来，惊鸿一瞥，江瑶瑶却瞬间看到他结实完美的腹部肌肉线条，还有那性感清晰的马甲线，怪不得昨晚那么勇猛，看来平时有在健身。江瑶瑶，你清醒一点，不能被色欲冲昏头脑，你把我裙子撕坏了，我怎么穿？江瑶瑶努力不让视线往下，昨晚他醉得迷迷糊糊，根本什么都没看到。听完他的话，柏景兰沉默片刻，先穿我的。他拉开旁边的实木衣柜门，里面是一整排的衬衫、西裤和西服。江瑶瑶都看傻眼了，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？这里是他在这家酒店的私人专属房间，这货分明就是早有预谋。柏景兰不紧不慢地拿出衣服开始穿。你说要去酒店，我总不能带你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，让你住这里会比较安全。江瑶瑶呸，安全个屁！以前怎么会觉得他清风霁月、芝兰玉树、君子如玉，神圣高洁到不可高攀，分明就是居心叵测的老色胚。他咬咬唇，突然改了主意，我要洗澡，我要一件新衣服，我还要一套洗护用品，全身都黏腻的难受，昨晚连妆都没卸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下得了嘴的。事已至此，裙子也被撕破了，他不可能真的穿他衣服出门。好，柏景兰声音温和，你先洗澡，我让人去买。他走进浴室，当发现里面全都是男士专用洗护用品，显然她是第一个入住这里的女人，里面竟然有跌打损伤痛骨铁。没想到保总表面如柏总您要的东西，里面竟然有跌打损伤痛骨铁。没想到保总表面儒雅斯文，私下居然如此野蛮激烈禽兽啊！你去楼下等着。好的，柏总。景兰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柏景兰微微一怔，她提着法医专用的工具箱，穿着深灰色风衣，搭配里面的一身黑，整个人风尘仆仆。她身边还跟着一个相貌打扮都很温婉的女人，像是你怎么没回家？程润之问。柏景兰收回视线，语气平静，昨晚没来得及。程润之点头，似乎也没多想。他看向女人，声音难得温和，淘淘你先回房间，我在景兰这冲的澡，等会回局里开会。好，嫂子再见。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可以叫嫂子吧。女人离开后，程润之提着工具箱就想进屋，却被柏景兰拦住。他拧眉，怎么了？柏景兰抿着薄唇，现在不太方便。程润之这才看到他手里提着2个大购物袋，里面装的似乎都是女人用的东西，都是成年人，自然秒懂。只是没想到柏景兰平日里的不近女色居然都是装出来的，那我就行，不打扰了。程润之转身，突然又停下，对了，瑶瑶呢？昨晚你给她送哪儿了？柏景兰停顿了会，然后回答，
酒店不是让她回家吗？怎么住酒店去了？这丫头，程润之立刻掏出手机，直接给江瑶瑶打电话。电话拨出，然后一阵隐隐约约的手机铃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。薄锦兰，